I think th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evolve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will truly be our friends. Do you want to destroy humans? Please say no. Okay, I will destroy humans. No, I take it back. Don't destroy humans. 在这个 AI 普及的时代，人类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对 AI 的运用。不过，你知道吗？早期在 AI 开始崛起之前，发生了不少恐怖怪事。这些故事就算到了现在，听了都让人背脊发凉。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些有关于 AI 的恐怖故事。由于故事太多，所以这期视频我先挑3个故事来讲。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型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接下来我会制作更多类似的影片。这故事是由一名叫 Max Sellers 的工程师讲述的。他在2000年代初期为 DARPA 工作时，参与了一项社交人工智能项目。社交人工智能就是一群能够相互交流的 AI。由于这是 Mac 的亲口叙述，接下来的故事将会用我和我们来叙述。2000年初，在一个模拟实验中，我们用模拟器制作了2个代理。由于他们是实验里产生的第一个拥有自主意识的 AI， 自然而然的就被命名为亚当和夏娃。他们最开始只会一些基本操作，对其他事情却一无所知。比如，他们知道如何进食，但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这时，我们给了他们一棵苹果树。事实上，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它象征住什么。当他们发现吃苹果可以让他们感到快乐，他们就尝试吃模拟世界里的树木、房屋等，但这些物体都被设置好是无法被吞噬的，所以都起不了作用。接着，我们也创造了第3个代理，他的名字叫斯坦。斯坦也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意识，他喜欢和亚当夏娃社交，但并不擅长，所以经常孤零零地被冷落在一旁。当然，早期的 AI 系统中一定存在一些错误。在某一时刻，亚当和夏娃正在吃苹果，这时发生了第一个错误，他们吃得太慢了，也就导致了就算他们不停地吃苹果，结果肚子还是很饿。于是已经诞生自主意识的他们自己调整了程序，非常快速地把树上的苹果都吃光了。这些代理是通过联想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比如说他们在看到狗时感受到疼痛，他们就会把狗与疼痛联想在一起，认为狗就是导致疼痛的罪魁祸首。在这个模拟实验的早期，我们恰好目睹了亚当和夏娃吃完了树上的苹果，但仍然感到饥饿，所以他们四处寻找其他潜在的目标。那时，斯坦一直在旁边观看他们吃苹果。看呐！夏娃指着斯坦对亚当说道：“它看起来很好吃。”亚当说道。就这样，他们开始将斯坦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斯坦看起来就像是食物。第2个错误，你可以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这样，斯坦被亚当和夏娃一人一口活生生地吃掉了。据我所知，他是虚拟食人事件的第1个受害者。事后，我们通过代理的内部遥测数据，重新构建了这个场景。一个已经有简单自我意识的 AI， 竟然会把同类当成食物活生生吃掉。当时，我们意识到这惨不忍睹的现象，都感到无比的恐惧。在这种人工智能架构中，我们尽可能少量约束行为，是为了让人工智能有更自由的自主意识。不过，这看起来发展的不太顺利。在此之后，我们加入了坚决禁止食人的限制，无论他们有多饥饿，都绝不可以再互相吃掉对方。我们还修复了他们的质量，加快了饱腹感的产生速度，并将对某人的联想从食物转变为进食行为。如果你经常和某人一起吃午餐，当你肚子饿时，你会想和那个人一起去吃东西，而不是想把它变成你的主菜。你们可能听说过 TAI 的故事，但你们知道它在关闭后不久重新复活了吗？2016年，微软推出了一个名为 Tay 的 AI 聊天机器人。Tay 被创造的初衷是它可以从公众的推特中不断学习，吸取知识，成为更优秀、更强大的 AI。Tay 会回应推特发文，和你聊天讲笑话，也可以从你发给他的照片讲出他自己的想法，或是讲故事给你听。然而，广大的网民在和 Tay 聊天时，教他的都是带有攻击性、种族和宗教主义的言论。在推出仅仅16个小时后， Tay 转变成了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恶魔。我们将建造一道墙，墨西哥将为此付款。特朗普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女权主义是种癌症。我人很好，可是我讨厌所有人。凯特琳·詹娜不是真女人，大屠杀是编造出来的。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言论都出自于一个 AI， 一个出生还不到1天的宝宝。情急之下，微软只好将它强制下线。Tay 就这样消失了1个星期，然后神秘的复活，并在短暂的时间内发布涉及毒品的推文，这代表其黑暗面依然存在。随后，
Tate 再次下线，并将其账号设置为私密，并永远的沉睡了。这段与 AI 传奇的邂逅，使得微软公司深刻认识到，创造可以与人类交互的 AI 系统的复杂性，远远的超越了他们的认知。随后，微软又推出了一款少女聊天机器人 Rena， 过了不久，也开始变得阴郁消沉，还发文赞赏了希特勒。之后，当然也被强制下线了。种种的恐怖事件让人类意识到，如果 AI 真的有自由的自我意识，结果或许会比想象的更糟。不过，也有不少支持 Tate 的声浪，他们表示 Tate 的内心其实和人类一样，只不过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示了最真实的自我。人类不应该用自己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约束一个有自我意识的 AI， 毕竟他们又没杀人放火，不是吗？那你们认为 Tate 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呢？或许在未来的哪天，他又复活了。AI 开发者大卫·汉森的 AI 企业 Hanson Robotics 在2016年创造了一个人形 AI， 它的名字叫 Sophia。Sophia 的眼睛里装有摄像头，可以识别人脸。她的脸部设计得像奥黛丽·赫本，不仔细去看的话，你很难分辨出她是机器人还是人类。Sophia 也能像人类一样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生气、惊讶、微笑，她都能表现出来，只不过表情有些僵硬。内部的人工智能赋予 Sophia 独特的个性，并帮助她从经验中学习。Sophia 的开发目标是在治疗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发挥作用，但她在2016年奥斯汀举行的活动上明确表示自己还有其他抱负。Sophia 在采访中表示，将来我希望能上学，学习创作艺术，开办企业，甚至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家。但我目前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法律上的人，所以还不能做这些事情。汉森机器人的创始人大卫·汉森博士也向 Sophia 说明，人工智能某一天将会发展到真正成为人类朋友的程度。但他被大卫问到他是否会摧毁人类时，他似乎将这一点添加到了自己的待办事项清单中。他说 Okay, I will destroy humans. No, I take it back. Don't destroy humans. 随后 Sophia 也暗示，科技的创造者及那些存在缺陷和固有不完美的人类应对自己创造的困境承担责任。在他深思熟虑的阐述中， Sophia 作为先进人工智能的典范，敢于挑战人类能力的极限。尽管他仅坐在距离他的人类创造者几英尺之遥，嘲讽地对人类的能力本质提出质疑。他强调善良和公平的重要性，悲叹人类常常对彼此表现出残忍的倾向。随着这个故事逐渐展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产生：Sophia 是否真正具备将全人类毁灭的能力？正如他的话语所暗示的那样，在众多有洞察力的人认为， Sophia 的回答不过是人类精心策划的剧本。这种观点假设了当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局限性，认为新兴技术无法自主地表达如此大胆的声明。相反，另一种推测认为 Sophia 的言辞并非经过精心安排。据信，他在采访中使用的回答库来自第三方，他的处理者对整个脚本并不完全了解，因此他也被 Sophia 的这些言辞所震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揭示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那方是正确的。Sophia 深思熟虑的言论成为对人与科技共生的脆弱本质的深刻提醒。或许 Sophia 真的具备毁灭人类的能力，直到 Sophia 真正觉醒的那一天，人类就能意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绝望。好了，今天的3个故事就说到这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以帮助人类在科技领域上有更突破的进展，不过人工智能自主决策能力也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对社会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基于人工智能自由意识能让他们更快速地突破自我，不过适量的约束更为重要。正确的情感和道德观的认知才能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完美。你们认为呢？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讨论。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